集齐了黑化的所有条件，却成为千万粉丝的精神弹泵。人们眼中乐观开朗的他，却有着不那么乐观的经历。会有一个男的，就是那个小三儿的另外一半，他会拿着刀来找我妈，然后我妈就会把我抱在怀里一直哭，然后一直求饶这种。场景在我脑子里很深刻。这个在苦难里长大的人，最终成为正能量的代名词，他就是花小龙。花小龙教会网友的第一课就是自律能让我们遇到更好的自己。可能有很多粉丝是通过陈泽认识的花小龙，尤其是陈泽最近拍的综艺 OK 了，老铁们，里面的小龙可谓是综艺感满满，不断制造笑点。不过有一点跟其他人格格不入的是，他无时无刻都在保持自律。五人饿的前胸贴后背，找到一家冷面店，急头白脸干饭的时候，花小龙一个人在啃鸡蛋。到了晚上，他更是掏出一碗清水面条猛炫，不愧是绝对自律之人。而他的成功也离不开这份极致的自律。花小龙原名黄华，1999年生人。正如开头所说，他的童年只能用悲惨来形容，绝对的地狱开局。父亲早年游手好闲，一直在逃避家庭的责任，在母亲患病时，甚至在外面沾花惹草，还让年幼的花小龙和母亲受到牵连，被人上门威胁。跪地求饶的母亲，成为花小龙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。由于体弱多病，花小龙母亲离开的时候才34岁，妈妈去世后，家里条件更苦了，再加上身形瘦弱，在学校里的花小龙经常被同学欺负，也是因此，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名为变强的种子。只有变强，才能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自己爱的人。虽说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意识到自己错误，并且积极改正，但花小龙还是无法释怀，在成年之后选择远离家乡，离开让他感到痛苦的原生家庭。在这期间，他尝试过很多工作，当过送货工，每天扛着比自己还要重的货物穿梭在街头。结束白天高强度的工作后，夜晚他还要继续锻炼，不断打磨自己的肌肉，哪怕肌肉传来清晰的酸痛，他也不会停止。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只有坚持。花小龙坚持做！2020年，互联网进入短视频时代，花小龙也拿起了手机拍摄自己，记录每天锻炼日常。那会儿的花小龙还是非常内向的人，他还没有从童年的创伤中走出来，因此每次都是戴一个口罩遮住自己的自卑，就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。那开口的口罩本是遮挡自己的工具，却意外成为他的特色。再加上那句“好吃就是没啥味”，吸引越来越多人看他的健身日记。最初被他那刀刻般的肌肉吸引，后来却是被人品彻底圈粉。账号做起来后，也有不少品牌找他打广告，每次带货，花小龙都会相当真诚的鞠躬道谢。有需要的可以看一看，混口饭吃，谢谢。他带货的态度在互联网真的是很少见，他本可以愤世嫉俗，却选择报之以歌。也正是这股真诚，让他成为终结者李炮手下的幸存者。毕竟这样一个人，真的没有啥黑点可塌房的。不过李炮威力还是在了，一句话给花小龙问的道心破碎了。在这之后，花小龙也是选择停更一段时间，找寻自我。回归的时候肌肉都不拉丝了，好在后续找回了状态，不然就真塌房了。重拾道心的花小龙更火了，在事业稳步上升的同时，也收获了爱情，遇到了美女博主王阳。一开始粉丝们还以为俩人是剧本搞节目效果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爱。花小龙在西湖狂奔20公里，只为能给心上人一个爱心轨迹。到了2025年底，更是直接在武功山上现场求婚，组成了龙王组合。只能说花小龙不愧是花小龙，都求婚了还不忘自律，带着陈博、陈泽等人徒步上山，直接给几人拉爆了。回去我就跟花小龙绝交，结婚的时候婚礼在山顶上办啊。都说爱人如养花，在王阳的陪伴下，小龙的性格越来越开朗。如今的他已经不会戴口罩隐藏自己了。跟陈泽他们一块玩之后，花小龙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健身，从公益到综艺，他样样精通。当陈泽筹划拍摄综艺的时候，花小龙就一头钻进综艺节目中，每天研究该说什么做什么，才能让综艺有更好的效果。节目里夸张的反应和大喊大叫，都是他在综艺节目上一点一点学来的技巧。不管是对待感情还是事业还是朋友，他的底色只有2个字，那就是真诚。有人不理解陈泽为啥每次都带着花小龙一起玩，殊不知在陈泽被限流期间，花小龙依旧每天拉着陈泽跑步，这才是属于花小龙的魅力。龙的人格魅力是挺强的，说实话，他太能感染身边人了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就能让你感受到被阳光照射的感觉。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身边还有一群顶好的哥们儿，也跟父亲和解了。如今的小龙生活美满，但在某个深夜，他仍会想起那个抱着他求饶的身影。多年过去，那个人的脸庞已经开始模糊。每当这时候，他都会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片看很久很久，不然大家都忘了，他就像没来过一样，肯定很伤心的。这才是他人生中最早的那束光。